Nothing but just isolation. Watch it burn, they got no hesitation. Oh, watch it burn, we're falling higher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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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家。阿姨叫我喊你吃饭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个外人，凭什么管着我？去吃饭。去就去。阿姨，可以去吃饭了吗？可以。天哪，终于有人能治得住子胜了。如如真是个小天使。吃吧，如如，这都是阿姨给你做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子胜挑食，平时我都亲自下厨做饭，他还是这不吃那不成。第一次有人把我做的菜吃得这么香。为什么看起来他吃的那么香？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如若，子胜他最讨厌吃青菜了。对，我才不吃！你真不吃？不吃！如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今天胃口有些不好。这还叫胃口不好？能吃是福，想要吃多少都有。我吃饱了。你饿晕头了吧？你可一口没吃啊？如如，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。以后你只要帮子胜改掉坏毛病，想要什么呀，阿姨都答应你。阿姨，我只想吃饱饭，然后我想去上学。哎呦，多朴实的好孩子呀！阿姨答应你。你干嘛？这是我房间，敲门了吗？我倒是想敲，原来你不吃饭，就是在这吃零食。我这儿吃了，能怎么样？不服你打我！嘿哦！我爸妈都没打过我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不是你让我打的吗？有本事你就再……你个小乞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要把你这么大主动离开！本少说了，我生病了，不去上学。子胜，今天如如第一天上学，你跟他一起。他上学关我什么事儿？有他在，我更不想上学了。如如，我让陈管家送你去上学吧。不行，我要让他留在这里照顾我。你不是想上学吗？本少爷偏不让你去。怎么，我是生病才不想去上学的？你还要殴打病人吗？生病，那确实没法上学。那这样，我留下来照顾你，我先去熬药。居然这么轻松就赢了，看你怎么跟我斗！喝吧。这是一天的药。不是，这是一顿的药，一天喝3顿，喝上7×7=49天，保证身体倍儿棒，再也不感冒。这里面都是最补的药材。我突然觉得，我好像好些了，你就不喝药了吧？你脸上那是什么？哦，是谎言。Non, rien de rien. Non, je ne regrette rien. Ni le bien. 好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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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顾。安如，等我感冒好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吃的没我多，身体没我好，还打不过我，你怎么不放过我呀？安如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跟健身教练好好锻炼身体。等我吃的跟你一样多，看你还怎么欺负我！阿姨，我回房间看书去了。我也去。你再撕页书试试。阿姨好，快救我！阿姨再见。走。少爷，谁干扰少爷您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本少爷要锻炼，我一定要打赢安如那个小丫头。不就是个小丫头，还用少爷您亲自出手？我帮您搞定她。庄子胜，阿姨叫你放学赶快回家，你又想挨揍是不是？这是我保镖，你要能打赢他，我以后什么事儿都听你的。相反，如果你没打赢，就都得听我的。好啊，再厉害也是小孩，我保镖可是全国格斗冠军，这次我赢定了。还以为是个胖丫头，没想到是个瘦巴巴的小鬼。到时候输了可别哭鼻子，说我欺负小孩。先热身吧，100个俯卧撑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比举重，这可不是有点巧劲就可以的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好高啊！救命啊！妈！你是什么怪物？别碰我！胜负庄家的小少爷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惹恼了他，后半辈子可以吃喝无忧了。住手！10年前，我打败全国格斗冠军，获得金腰带。5年前，我受邀成为世界格斗比赛的评委。你们，国民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！我去你的，什么玩意儿你？那还有个小孩儿，小丫头片子，闲得起什么风了？走！这不会又是什么新的整蛊我的手段吧？这次真不是！如姐，救我！如姐，救我！救我！小丫头片子，当我这是玩具车？哎呀！说谁是小丫头片子？谁不自量力？我错了。如姐，我以后为你马首是瞻。充其量当个虚伪，就像踩着玫瑰，换取一个温暖安慰。安如，你上午考我的那道题，答案到底是什么？你自己要学会独立思考，答不出来就等着下午挨板子。我奶奶，能不能只给我5个？说好的10个，你这么弱，难怪会生病。以后再被绑匪绑走怎么办？不是还有如姐，你当我的保镖吗？万一我走了呢？你要去哪儿？我是说万一。庄子胜，你又去哪儿偷懒啦？这钱没白学，总算比过他一次。没想到他还有这么正经的一面。哦，他是夸我了吧？100分，子胜进步居然这么大，太感谢你了，如如。子胜啊，本来就聪明，知识点记得都很快。我在一本书上看见过，要想战胜敌人，就得先向他学习。我迟早会比如如更厉害。
真乖。对了，明天呢是你生日，作为对你进步的奖励，我决定给你办一场生日派对。如如啊，阿姨给你买了礼服，明天记得换上。抱歉，阿姨，我明天恐怕参加不了。明天我要去参加一场数学竞赛。明天可是我生日，你不能不去参加竞赛吗？明天一结束我就赶回来。竞赛有奖金，我想要奖金。讨厌你！给你买一份生日礼物。如如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张夫人近来气色真好，小少爷又大了1岁，越来越帅了。哎呦，这孩子呀，可不是个省心的，之前啊让我操了不少心呢。小少爷一看就聪明，长大了肯定随庄总是个做大生意的人。他怎么还不来？子胜，跟阿姨说说话。阿姨好，阿姨再见。这孩子想吃蛋糕呢，我去个洗手间啊。子胜哥哥，子胜哥哥，好久不见！软萌，那你说不亲，你可别把本少爷。我妈妈说了，我们阮家要和庄家结娃娃亲，以后我就是你的新娘，所以我可以抱你。我才不会娶你当新娘，我只喜欢比我强壮、比我聪明的人，像如如那样的人。你只能是我的，只能娶我。默默，你怎么了？子胜哥哥说不喜欢我，他喜欢如如，如如有什么好的？子胜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把梦梦给惹哭了？我本来就不喜欢你，如如哪里都做得比你好。梦梦，子胜在跟你闹着玩呢，你别难过啊。我没有闹着玩。阮夫人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孩子脾气上来了，谁也管不住。梦梦啊，哥哥不是故意的啊。庄子胜，道歉。我不道歉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以后都不会喜欢他。早就听说这庄家小少爷呀是个脾气不好的小顽固，气走了几10个境内有名的家教老师，谁来了都不服管教。今天一看呀，果然如此。他爸妈都管不了他，怕是以后啊，谁都管不了这个小霸王。庄子胜，你又皮痒了是不是？庄子胜，你又皮痒了是不是？如如，哎呦，终于有救了。如如，你竞赛参加完了，这是给我的礼物吗？道歉。对不起，软梦，我不该说我不喜欢你。这还是刚才那个态度强硬的纨绔小少爷吗？礼物呢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这可是我用数学竞赛1等奖的奖金给你买的，你晚点再拆哦。你去参加比赛是为了给我买礼物啊？我居然还因为这个生他的气。当然不止，这是给阿姨的礼物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天的照顾。哎呦，好孩子，你有心了。走吧。张太太，这个如如是哪家的千金啊？哦，是子胜爷爷的朋友，刚从核桃村过来，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。放心，她只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比不过你的啊。走，子胜啊，这是你朋友啊，如如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阿姨好，妹妹好，谁是你妹妹？梦梦，不能不礼貌。如如啊，你能参加庄家的聚会，是哪家的千金呢？我不是。这儿，这是我的生日会，我想请谁就请谁。子胜啊，你现在还小，不懂这些，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人与人之间啊是有区别的，
高贵和低贱的区别，就像钢琴和二胡的区别一样。有些人的贫穷啊，在骨子里是挡不住的。你呀，千万别被人给骗了。你呀，千万别被人给骗了。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我不是哪家千金，我是个孤儿，被爷爷捡到后在河套村长大。我并不觉得自卑低贱，我觉得费尽心思针对我这个小孩的你，才应该觉得自卑。哼，走吧，别让这样的人毁了你的生日。我就说吧，这是个懂事乖巧的好孩子。如如，你以后一定会比他们厉害10000倍，我相信你。好。今天不是说好一起来拍照吗？如如怎么还没来？如如，子胜啊，如如她的亲生父母找到河套村了，村长坐车过来，已经把如如接回去了。不行，我不允许他走。哎呀，子胜啊，我们要尊重如如的选择，那是她的亲生父母。每个孩子都想待在父母身边，对不对？这么久才找过来的，算什么亲生父母？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，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，世界是一个圆。子胜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回河套村了。我羡慕你有疼爱你的父母，所以我也要去寻找我的父母了。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我。庄子胜，好好学习，有缘再见。如如，你爸妈一定会喜欢你的，我以后一定会找到你。等我。却没见你留下任何的颜色。这份报告是谁写的？张总，是我写的。我怀疑你左脑是面粉，右脑是水，一晃就满脑浆糊，不然怎么把垃圾放这儿？庄总是出了名的冷酷毒舌，工作一丝不苟就算了，还丝毫不理江心玉。他这样的人，这辈子怕是很难看到为女人惊慌失措的。唉，虽然这10年我已经把装饰做到了全国第一，但万一叔叔还是嫌弃我怎么办？庄总，您看。叔叔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张总好。庄总，我们查的信息显示，安小姐从5月份开始就在我们旗下这家 KTV 上班了。废物，人在眼皮子底下都找不到吗？庄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还是第一次来咱们这儿呢。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安如的人？如是不是？有，她在咱们这儿上班呢。在哪儿？我找她。庄总，要不还是让安小姐进包厢吧。说得对，让她到我包厢里来。
这位安小姐对庄总的影响还真是深远。真好奇她到底长什么样子，让庄总都如此痴迷。如若真的在这个地方上班吗？可能是有个好赌的爸，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弟，还有破碎的他。他这些年一定受了不少委屈，怪我没有早点找到他。原来毒舌自大的外号型总裁遇到喜欢的人也会内耗啊。庄总，你不用这么紧张吧？这样会不会自然点？您长这么帅，还这么事业有成，安小姐看到你一定会喜欢的。那惋惜，她变得更美、更厉害了呢。按照您口中所说，安小姐一天吃10顿饭来讲，她应该会很胖，圆润很多。这样你也喜欢吗？废话，我这10年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更好的见到叔叔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喜欢，并且娶她。庄总，如如来了。这可是咱们背后最大的老板，全国首富，向来不近女色。这次点名要你，你可一定要陪好。願將歡笑聲蓋於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，喜也好。莊總，我是如如啊，人家仰慕你好久了。你真的是如如？我当然是你的如如啊，庄总。不是他，如若不会像你这么幸福。庄总，在人们看不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用4条腿走路？不然怎么找个人都能找错？弄死你！再说一个！弄死你！庄总，要管吗？不必。Tomboy， Yeah, be the tomboy. This is my attitude. Yeah, I'll be the tomboy. Said you better? Oh, you get the song right. You. 好大的胆子！不知道这是姑奶奶我知道的地盘吗？敢在这儿闹事！我去，好帅的女孩，好熟悉的感觉。哼，比不上我的如如。安如小姐，叔叔，叔叔，妈妈桑，那庄总压根就不是个男人，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。还不是你没用，机会都摆在面前，还拿不下庄总。你知道多少女人一辈子都见不到这种层次的男人吗？安如小姐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哎呦，我说这是谁呢？没有一大跳。这几天不见，老板娘又变漂亮了，嘴巴真甜。多亏了你啊，咱们 KTV 每次闹事都是你来亲自处理。您选择了我们圣意安保公司，我们当然不会让您失望。老板娘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啊？老大，还是那个贴身保镖的事，他已经退了咱们10好几个人了，都是精英呢。又退回来了？不是，他是选保镖还是选外遇？
用得着这么精挑细选吗？毕竟那位可是业内出了名的不近人情、冷酷毒舌、自大、阴晴不定的魔鬼。对方到底是谁啊？首富庄子胜。庄子胜，老大，你认识啊？熟得很。行了，这一单就由我亲自去办。正好刚从国外回来，等回家一趟，也该找时间去见见这位老朋友了。安如，见到长辈都不知道问个好吗？好，当初把你送到国外，就是想磨磨你的性子，没想到刚回来还更嚣张了。磨性子？我还以为你想让我死在外面。我让周姨每个月给你打10万，你的日子还不够潇洒吗？10万？可我的那张卡为什么从来没有进过账？也不知道这每个月的10万是花在了明珠妹妹的珠宝项链上，还是周姨的美容卡上？周玉、安明珠，当初你们用尽手段把我赶到国外，霸占我妈的股份，马上就要你们全部还回来。你没给过他钱吗？老公，我是担心如如有钱了，在国外怕她学坏。她是我女儿，你不给她钱，要是她出去乱说，我安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妈，我昨天晚上看到姐姐在 KTV 上班，身边跟了好几个男人。她在国外一定也靠这个挣钱，爸不用担心。这个不知廉耻的逆子，简直丢安家的脸！我现在就去联系齐家，赶紧让他和齐少订婚。这齐家可是几大豪门之一，虽然比不上首富庄家，但可比安家好太多了。爸还是偏心安如，这么好的婚事都给他了。你爸他就是看重面子，这桩婚事也是早就定下了的，他不过怕别人议论他偏心而已。不过那个小贱人这几年在国外倒是学聪明了。放心，明珠，齐家的婚事只能是你的。我已经把公司做这么大了，为什么如如还不来找我？是嫌我不够有钱，还是我站得不够高？或者他已经有别的心上人了？李特助，庄总今天心情非常糟，所有送进去的文件和东西都被砸出来了。进来。庄总，这是盛野安保公司送来的下一个贴身保镖的资料，您过目。这是第11个了，通知盛义，如果再找不出合适的人选，就取消合作，赔付违约金。盛义那边的负责人说，这次的保镖是个女人。我说过不要女人，除了如如，我谁都不要。确实，一个女保镖怎么能保护得了庄总的安全？那盛义那边通知他们，如果再找不出合适的人选，就取消合作。是。什么？庄氏取消合作，还要求我们赔偿2倍的违约金？庄子胜脑子被门挤了吧？是的，连您的资料也被退回了。庄子胜，看来是完全把我忘了。他死定了！把他电话给我。齐少，你看咱们2家的婚约是早就定下的，不如你和如如就早点订婚吧。好啊，既然伯父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明日。好啊。去。
齐少，喝水。走。如如，快过来！爸爸刚才和齐少谈好了，明天你们就订婚。你说的需要我赶紧回来的天大的事儿，就是要把我卖了？嘿，你这孩子嫁给齐少，那是高攀了。说什么卖不卖的？据我得到的内部消息，齐家现在表面风光，实际内部资金挖空，即将垮台。齐家之前还想跟盛义合作，都被我拒绝了。安家居然还不知道。是啊，姐姐，能嫁给齐少可是天大的福气，多少女孩子求都求不来的。哼，好啊，什么时候订婚？怎么还不去换礼服？先吃点东西呗，毕竟万一事情有变呢。你说是吧，周姨？难道这小贱人知道了什么？如如说什么呢？你和齐少订婚已经是板上钉钉，怎么会有变动？不行，得赶紧确定好明珠和齐少的事，免得被这个小贱人破坏了。对了，老公，你看到明珠？我那个最爱炫耀的显眼包妹妹明珠呢？以往以她这种性格，她应该早到了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看到她被一个男人扶进了楼上的酒店房间，他们俩不会……这真的假的？这小姐不是骗我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今天虽然是我的订婚宴，但我也不能看着我的妹妹被男人占了便宜啊！我得去赶紧解决我那可怜的明珠妹妹。如如，你想搞什么？哎呦，大人！什么？糟了，安如来了！怕什么呀？安如要来了之后，我正好跟他说我要娶的人是你，不就行了？小妖精！哎呀，他还带来了所有宾客。什么？打算让妈指代爸和齐家人，我顺理成章把订婚对象换成我，还能让安如在众人面前被退婚，受尽嘲讽。没想到这贱人把所有宾客都带来了。明珠妹妹，你还好吗？姐姐来救你了。没事，别怕，门锁上，他们进不来。我们来了。妹妹，你竟然和我的未婚夫上床！恭喜恭喜，干杯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明明达成和齐高飞订婚的目的了，可为什么这么憋屈？今天受尽嘲讽羞辱的，本该是被退婚的安如。没关系，你是即将嫁入齐家这种豪门的富太太，是安如那个土包子一辈子也无法匹及的高度。你个蠢货，齐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爸，反正娶安家的女儿，不就是为了帮助齐家架空安家吗？娶安如那个乡下的土包子，还不如娶明珠呢，是不是？订婚请帖早已经给全城所有豪门送过去了，写的可都是安如的名字。请帖那么贵，总不能重新再发一份。反正知道娶的是谁就行。齐高飞，
齐家。庄总光是想到安小姐可能有心上人，都差点把办公室砸了。现在看到安小姐订婚，不得把公司拆了？一个快破产的齐家，怎么给得了叔叔幸福？叔叔，你就不能等等我吗？庄总，这是怪我没有早点找到叔叔，让他跟别人订婚。庄总，可我奋斗这10年，每天都在想着叔叔，他就这么把我给忘了。庄总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，如果配不上叔叔，我就亲手把他给抢回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新郎呢。没我高，没我帅，没我有钱。叔叔，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？有几个人比你有钱啊？把我的礼物送过去。是。叔叔，如果这是你要的幸福，我成全。还真是你前女友啊，哭成这样。这女人好熟悉啊，好像在哪见过。与你无关。感谢首富庄总为新人送上新婚礼物10亿支票。庄总表示，这些钱全给安小姐。哇，这个小，我靠！庄子上脑子有毛病吧？送10亿？你说什么？本来就是啊，又不是他结婚，他掺和什么？还送这么多？很想看着齐家和安家自取灭亡，但这突如其来的10亿已经够让两家公司起死回生了。庄子胜，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？这位小姐，庄总的行为似乎与你无关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有意思。迄今为止，只有一个人敢这样瞪我，除此之外，其他人下场非常惨烈。我不仅瞪你，我还敢蹬你！哎，服务员没给你塑料袋，你自己搁这装上了。你怎么感觉还有点爽呢？庄总，你被人踢了。看来是有必要找个保镖了。通知圣意公司，明天派人来报道。是。没想到明珠跟庄总还认识，能够让庄总豪掷10亿啊！咱们明珠啊，真是给安家长脸了。明珠，要不你介绍一下庄总给我们认识？这样的话，如果安家跟齐家能跟庄氏合作，这可比10亿支票还有价值。那我试试去找庄总看看吧。庄子胜，等着当面挨揍！哼！又是他！昨天的衣服一共50万，留下名字，一会儿我的秘书会联系你。赔不起的话，就把你那条多动的腿砍下来，这笔账一笔勾销。那我就先凑个100万的吧。装货！你那是不是忍不住又想打他的冲动？
苦了。为什么我不觉得生气，反而忍不住想找话题聊天呢？完了，先给庄子生打电话。您拨打的号码正忙。搞什么啊？庄总，你怎么又被人踢了？去给我查清楚那个女人的资料。是，我这就去查。圣衣的保镖呢？不来报道，是嫌钱多了想赔违约金，嫌钱多了就去大街上撒呀！我立马去找。庄总，冷盟集团的文总想约您。你是不是最近没晒太阳？没想到张总这么关心我。那就多晒晒，这样就没人说你是白痴了。冷盟传媒因为黑料这2天股票跌了几个点，谈合作，他也配？是。庄总，这是您的咖啡。感谢你为我的迟到而助力。重做。我这不是想泡杯热咖啡给庄总吹寒气吗？他现在啊，心里只有火气。可是我这儿还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需要庄总亲自签，怎么办？哎，李特助，还是你去吧。还是你去吧，反正你待会儿还要送咖啡。你好，请问这是庄子胜办公室吗？这是庄子胜办公室吗？你是圣意新来的保镖？嗯，有点眼熟啊！我在 KTV 见过你。是。既然是保镖，你应该不会害怕挨骂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份文件交给你了，你进去给庄总吧。等一下，周总同志立马到会议室开会，有要事宣布。既然是新来的保镖，你也一起吧。庄总，我是安家小姐，非常感谢您在订婚宴上送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不知道安家是否有幸能与庄总合作，还请庄总赏脸吃个饭。叔叔给我发消息了，但是他讲话怎么这么客气？他是忘了我，还是想跟我划清界限？此次会议主要宣布庄氏以后与安家的合作事宜。居然是他，他就是庄子胜。韩家一个小公司，竟然值得庄总亲自谈合作。所有人有异议吗？我有异议。把他开了。是。你敢开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庄子胜，我是你安如姑奶奶，我是你安如姑奶奶。我是你安如姑奶奶！啊！这是哪来的彪悍女人？竟然敢直呼庄总这个阎王的全名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庄总脸都黑了。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注意吧？但这招对庄总这种不近女色的人完全无效。等着惹恼庄总，被全城封杀吧！千万别迁怒于我们。矜持，庄子胜有矜持。如如，我好想你。叔叔，你为什么这么晚了才找我啊？被送出国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害得我都以为你结婚了。你也没问啊。那你现在单身？我也单身，我们果然天生一对。哎，庄子胜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如如，这10年我很想你。这家伙怎么越长越帅啊？看上去还挺结实。叔叔，随便我。怎么10年
不见变得这么油腔滑调。庄总，是安小姐打电话到前台约您合作的事，您还没回。10亿支票，庄氏与安家合作。我那是错认了你，不然他怎么配跟庄氏谈合作呢？把他拒了，以后再也不准他打过来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同意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没听到让你先同意吗？能完全压制、颠覆庄总决定的那个人，终于出现。去，别走，走，快走吧。没想到庄总真的同意合作了，明珠果然是爸的好女儿啊！从今天起，我就全权把安家交给你打理了。可惜姐姐不懂得管理公司，不然的话，姐姐也应该拿到股权的。你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哪比得上你？从小啊耳濡目染，不然哪能得庄总看中？原来是个村姑啊！幸好我娶的是明珠，是该好好跟你妹妹学学规矩。跟我说话了吗？庄总，您来了。庄总，您坐这儿。张总，我是明珠啊。张总长这么帅，要是他追求我的话，说吧。张总，您是不是做错？庄总，感谢你上脸过来。张总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签约呀？不急，我最近准备投资合作一家新公司，此行业兴起，将是一大笔收入。庄总，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公司啊？圣益安保公司。安如，坐有坐相，别打扰了庄总。不好意思啦，张总。没事。庄总，您说的这个圣益安保，我们齐家也听说过，近2年从海外起来的黑马公司，就是不知道我们安家跟齐家有没有机会跟庄总一起注资呢？只要攀上了庄氏，齐家马上就能起死回生了。我不接受20亿以下的注资。庄子胜还真是狠啊，掐着齐家和安家的所有家底喊价。高飞，我们2家各出10亿。庄总送了明珠10亿订婚礼，安家倒是便宜了，可以齐家现在的家底，凑3亿都困难。看来还是得想办法让安家多出点。好啊。明珠啊，可真是咱们家的福星，公司交给他打理，安家以后一定水涨船高。妈！没事吧？是我看走眼了。我先走了。你怎么这个样子？
庄总都没说要走。我也走。好，庄总啊，慢走啊。叔叔，我今天表现的好吗？庄总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给我们盛意赚了20亿的投资。这算什么？咱俩嘴和嘴再碰一碰，整个庄氏的万亿资产都是你的。该死的庄子胜，怎么越长大越放荡了？叔叔，小时候你保护我，现在我可以保护你，要不咱们俩结婚吧？哎，庄子胜，你不是想保护我，你是想报复我吧？就因为我小时候多踹了你几脚，你就想用下半辈子来折磨我？叔叔，张总，您在里面吗？张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还好是单面玻璃，他看不见。不是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？哎呀，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见不得人，那这样计划不就暴露了吗？坐好，我们走。怎么样，明珠？庄总同意稍微降一点主子了吧？没关系，只要庄总有一点喜欢我，以后少不了安家的好处。还是明珠有本事，不像安如那个逆女，早该找个人把她嫁出去，免得让这一个不懂规矩的土包子坏了庄总的心情。安小姐，庄总还在开会，您先坐这儿休息一下，待庄总亲自给您安排公区座位。李特助叫我安如就行。好的，安如小姐。除了子胜哥哥，还没见李特助对谁这么客气过。那女的是谁？那是庄总的贴身保镖，也是庄总最尊贵的客人。可千万不能得罪喽。不就是个贴身保镖吗？说到底还是个下人。哼！喂，去给我泡杯咖啡。喂，去给我泡杯咖啡。喂，你聋了？本小姐让你泡咖啡。你是残疾吗？你在骂我没长手脚。我骂你脑残。那个新来的好大的胆子啊！阮小姐可是庄祖青梅竹马，唯一被允许自由出入公司的人，大家默认的未来女主人，她居然敢骂阮小姐！没想到庄总这种铁树也会开花，真想看看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样子。原来是阮梦啊，难怪看着就手痒，跟小时候一样膈应人。你敢打我！不好意思啊，职业习惯。都说了职业习惯。你个贱人！我让资深哥哥开除你！现在端咖啡过来，是知道害怕过来赎罪了？我告诉你，晚了，等会儿我就全部告诉子胜哥哥。哼！戏可真多。不是说好等我过去接你吗？自己跑过来多累啊！
庄子胜，现在我是你的贴身保镖。贴身吗？想什么呢？哇！子胜哥哥，我刚刚被一个下人欺负了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！刚才我只是让他帮我倒杯咖啡，他就站起来打我。要是叔叔阿姨在这儿，肯定会替我做主的。子胜哥哥，竟然是你！冉小姐颠倒黑白的能力还真是厉害啊！你竟敢坐子胜哥哥的椅子，你死定了！如如，以后只能喝热咖啡啊，喝凉咖啡对你胃不好。以后我都亲手给你泡。你是安如那个贱人！你骂谁是贱人？子胜哥哥，道歉！不是道歉！对不起。哎，我记得他小时候就喜欢你，这都10年了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哎，天地可见，我从小就一直拒绝他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我都没有认真看过他的脸。他来公司还是我爸安排的。你爸？啊，他想催婚。好。对了，如如，晚上去我家吃饭，我妈也很想你。阿姨小时候对我很好，应该去看看。好。如如答应我回去见家长了，那下一步是不是该领证了？走。哎呀，梦梦啊，子胜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性子，不近女色，对女生也毫不留情。要不，阿姨给你介绍别的世家少爷。我看那臭小子就是想上天。庄家就他一个儿子，他不近女色，那好歹也带个男的回来给我看看。到现在不谈恋爱，这是想让我庄家绝后吗？伯父伯母，要不让我先跟子胜哥哥订婚吧？只要你们同意，他肯定不会说什么的。这个，哎，子胜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那我走。子胜就不能好好跟爸爸说话？那也要老头子好好跟我说话。庄子胜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跟长辈说话客气点。伯父伯母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从小我不在子胜身边，子胜一直怨我，已经几年没喊过我爸了，今天居然……这熟悉的感觉，你是如如，如如都长这么大了，哎呀，真漂亮。子胜把你带回来吃饭，都不知道说一声，阿姨好多给你做几道菜呀。没关系，阿姨，这些菜够吃了。来来来，快坐，坐坐。难道子胜生气了？毕竟他和如如10年没见，如如还像小时候一样打他，以他的气性，或多或少还是不高兴的吧。我就知道，子胜哥哥可是庄氏总裁，全国首富，怎么能容忍这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他？如如一进家门就不理我。坐下吃饭啊。
我看子胜一直不谈恋爱，是因为没有找到能压制他的妻管严呀。错，那是没等到如如。哎呀，伯母，我刚才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还得看子胜的意见。哎，伯父，您不是一直希望我跟子胜哥哥……我听你伯母的。贱人，既然没人帮我，那我就自己解决你。我要让你像10年前那样消失。公司有什么棘手的事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的确是有点棘手。最近圣印接手了一个新的订单，对方要求我们教训一个女人，而且还要逼她出国消失。刘胜，我们是安保集团，不是黑社会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任何违背道德的订单，无论对方出价多少，我们都不会接。老大，我知道咱们公司的规矩，只是这个订单它有点特殊。下单的是谁？阮氏、阮梦，他们为了逼迫我们接单，甚至拿出阮氏强压我们。阮氏集团早年是不错，现在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公司罢了，和骑士差不多。我们会怕他？倒不是怕他，就是因为所以他要教训的女人是我？哼！出价多少？200万，加到300万，我们接。不过要提前签好合同，造成任何后果与本集团无关。是。楼下跟你说话的那个男人是谁啊？朋友啊。什么朋友啊？有什么好聊的？聊赚钱的事儿。如如，只要你点头，整个庄氏都是你的。不是我的，只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被世人认可的，才是自己的。以身份轻而易举拿到的东西，也能轻而易举收回，就像我妈妈留给我的遗产，被父亲给了安明珠。只有个人能力是别人夺不走的东西，我要用能力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如如，你还真是一点没变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你变了。我哪变了？变得更闷骚了。我这是明骚。这里是100万，只要你离开子胜去国外，还有100万好处费，200万够你个土包子生活一辈子。这里是5块钱，你拿着去医院挂个号，看看你的脑残还有没有得救。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，你一个土包子，这辈子都挣不到200万。谢谢你请我喝咖啡。服务员，他请客。立刻动手，定金我立马给你转过来。小姐，你还没付钱。安如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非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什么？你忘了我也是保镖吗？哎呀，这些可都是我在圣意花高价请过来最优秀的打手，都是各地的冠军。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能应对得了？哼！姚助理，你们的人做的不错，尾款我马上就转给你，今天内就把他逼出国，明白吗？阮小姐，
既然确定任务完成，那么就签个字。签字之后呢，任何结果与本公司无关。你们生意还挺谨慎，难怪能走到今天的位置。尾款给你转过去了。那盛意就多谢阮小姐支持了。我走了，他就随你们处置。老大，老大，他走了。合同已经签过了。这么喜欢花钱解决事情，那这次就让他花钱买个教训。老大，要是他曝光我们盛意，给钱不办事怎么办？哼，干这种不光彩的事，他也敢曝光才行。再说了，你们又不是没办事，只是单纯被我捞走了。哼，一个土包子还想斗过我？安小姐来了吗？这个安如上班这么懒散，怕是不想干了吧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，以后都来不了喽？他死了？嘘，闭嘴！最近庄总好不容易多了点人性，要是安小姐离开，庄总怕是要加倍发疯了。不行，必须把安小姐找回来。阮小姐，是不是上次安如得罪了您，被庄总教训了呀？是吧？子胜哥哥一向都很宠我，我就说吧，安如敢得罪您，现在死哪儿都不知道了。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。听说你到处说我死了。你没事儿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见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是敢告诉子胜哥哥，你就死定！我的妈呀，阮小姐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就这么嚣张的口头威胁我？你要多少封口费？100万。你封口费加上昨天的精神损失费。好。阮小姐的钱还真是好赚。你是要去找子胜哥哥吧？走，我们一起去。唉，按照影视剧的常规套路，我大概猜到你要干什么。安小姐，我是来找子胜哥哥谈工作上的事儿，你怎么能因为是子胜的贴身保镖就随意打我？你这么会演，有没有考虑过去当演员？现在子胜哥哥跟庄氏的合作伙伴谈事，只要他们一出来，你的名声就保不住。你这么会演，有没有考虑过去当演员？现在子胜哥哥跟好几个庄氏的合作伙伴谈事，只要他们一出来，你的名声就保不住了。你自己打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又怎么样？这儿又没监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没监控？没监控还敢这么嚣张？你没监控还敢讹我？呸！子胜哥哥，安如他把我打成这样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安如是我的贴身保镖，他能打你，说明你打算做伤害我的事情。得亏这儿没监控，不然你得坐牢。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从你走后啊，子胜每天都会到这个房间看看，他不允许任何人动这个房间，
连灰尘都亲自打扫。这小子。对了，如如，你有男朋友吗？那你觉得子胜怎么样？子胜，那你觉得子胜怎么样？子胜，他很好啊，聪明、帅气，有能力。只是我们太熟悉了，可能更像亲人吧。如如啊，我拿你当亲女儿对待，不管你跟谁在一起，伯母都支持。谢谢伯母。庄子胜，你傻站在这干嘛？什么东西碎了？是心碎了。这里一点都没变啊！既然觉得我们太熟悉了，那如如一定是喜欢高冷的。我走了。伯母的手艺一点都没变，太香了，专程给你做了几道你爱吃的菜，别客气，多吃点儿。谢谢伯母。庄子胜呢？怎么还没出来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阮家的人来过，说是和子胜讨论一下和阮梦订婚的事。子胜说考虑一下。订婚？订婚？毕竟子胜也长大了嘛，也得为他的终身大事考虑一下。如如，你生气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生气啊？我只是要去帮他好好想想。我就说吧，如如就是喜欢咱家子胜，只是他不自知，把爱情当亲情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这一招激将法真是高明啊！那是。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失忆了？我明明拿他当亲人，即使他真的订婚，我又为什么要生气？哎，你们两个人呐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胜似亲人。再次验书试试，快救我！可是爱情是不同的，爱情是有所需有所求，两个人相互吸引成长。容不下第三者。或许啊，在你没有察觉之间，你已经爱上了子胜，所以你才接受不了他订婚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就知道叔叔会来叫我吃饭。一边亲我说要跟我结婚，一边还在考虑别人的婚事，现在还敢对我这么冷漠。叔叔，你干什么？不是，还考虑上和阮梦的婚事了，不是让我们有仇吗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考虑过婚事了？脚踏两条船。谁？我？哎呦，咱们这样演戏，以后儿子知道了生气怎么办？或者万一被打残了怎么办？能让如如表明心意啊，子胜阿姨100顿打他都愿意。而且啊，如如有分寸，打不坏。要我说呀，娶老婆就得娶这样的旺夫。是，你也旺夫。叔叔，你能不能话说明白再打我？什么订婚，什么考虑婚事，我只喜欢你一个人。那刚刚伯父伯母说你要和阮梦订婚，
我庄子胜此生如果娶不到安柔，宁愿终身不娶，孤独终老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？你喜欢我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瘦子。那我们明天去结婚？哎呀，不行，你也太快了。不过呢，我可以先考虑跟你谈恋爱。安柔，赶紧回来，我有事要宣布。安家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会解决的。我们圣义安保的总裁是出了名神秘，除了不参加任何活动以外，也不见任何合伙人。你们为什么非要见他？还不是庄总提的20亿太多了，现在结结哪能出得起10亿啊？只能看是否能从圣义总裁这边求情商量。我们还不是想一睹这位将圣义集团在1年内做成最大安保集团的天才总裁的风姿，顺便谈一谈合作的事。放心，牛主管，您只需要牵一条线，我们立马安排安如和你订婚。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？姐姐的人生大事可不是要紧事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这位是圣义安保集团的主管牛正直。圣义的是哪个部门的主管？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我看安小姐对我也很感兴趣，那我就试着明天联系我们总裁，好早点把我的事情定下来。那真是安如的福气。是吗？原来我这么有福气吗？你干什么？我有男朋友了，这么大的福气，还是你们3个一起分享。她有男朋友了？一个村姑能有什么样的好男朋友？估计就是个公司小职员，哪能跟牛主管？这个逆女！放心，牛主管，就算绑，我们也会把安如给你绑回去。谁也不能坏了咱们的大事。老大，牛正直是谁？是小队的一个副主管，一个小主管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哼，安家正准备把我嫁给他。我看，要不还是赶紧解决了安家吧。不用，我还是喜欢看他们自取灭亡的样子。联系他们见面吧。是。安如，果然是你！你这是知道上次做错了，追到圣义来给我道歉了？终于意识到我这个主管比你的废物男友厉害多了吧？你已经很不错了。哼，一般人活成你这样，早就跳楼了。你还嘴硬？你不是来找我，你找谁呀？我来找你二娘。看，你二娘在天上闪呢。下次见面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同样的话，我也送给你，你会比我先后悔。牛主管，我用了所有人脉都还没联系上总裁，这下怎么办？主管不愧是主管呀，能让一向神秘的总裁答应跟我们见面。主管您一定很得总裁看重。这有什么？牛主管这次帮了我们大忙，我们一定会找机会把安如给您送回去。安如那小贱人还敢看不起我，现在连圣义总裁都得给我撑腰，等把她娶回家，我要好好调教。
有助理。牛主管，总裁要见你。难道总裁真的看上了我的才华，打算提携我了？我牛正直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吗？总，嗨，下次见面的时间到了。你就是我们这个神秘的总裁。看牛主管的样子，确实神秘到令人震惊啊！安总，对不起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是安德生逼我的，我错了，安总。你不是错了，你只是发现你惹到惹不起的人之后，怕。我说过，下次见面你会后悔。安总，我错了。安总，我错了，安总。老大，安明珠和齐高飞还在下面等。转告他们，我很欣赏安家和齐家，诚心与他们合作。老大是想利用这点激将，让他们狠心给出20亿。齐家东拼西借，最多能凑出5亿，剩下的钱他肯定会想办法让安明珠出。毕竟安家的公司是安明珠在管理，安家那个烂窟窿想凑出5亿，少不得会用些不合法的手段。老大英明，既然不肯把我妈的遗产股份给你，那我就只好把整个安家洗。总裁不是已经答应见面了吗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总裁还有别的事情要忙。不过总裁让我转告，他一直看好安家还有齐家，也希望通过这次合作，可以跟大家交个朋友。看起来安氏集团还是很看重我们两家的嘛。高飞，只要能凑到20亿，相信我们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。明珠，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之前跟你说了，齐家的全部流动资金都放到另一个项目上去了，现在只能拿出来5亿。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凑一点？好，明珠，你也不想错失这么好的机会吧？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筹到钱，只要咱们把钱拿出来之后，后面想办法回本再还上，没人会知道的。好。都滚！九星，你可算来了啊！庄总在里面发脾气呢，一会儿嫌咖啡太凉，一会儿又嫌咖啡太热，一会儿嫌奶多了要喝茶，连文件方案都被他打飞了。他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他知道了牛正直的事，正发脾气呢。我说现在的保胎技术还是太好了，让你们流入市场。你们平时摇头的时候，2只耳朵不会扇到自己脸吗？谁算的旅游镇的常住人口是236500.25人？那0.25是你们的脑子吗？李龙，如如没事吧？吓到你了吗？你又发什么脾气啊？文件丢的到处都是啊！牛正直的事我没告诉你，是因为这点小事我想自己解决，他人都被我丢出去了。如如，你总是独立到让我感觉你根本不需要我，我怕你随时会离开我。那你可以一直需要我啊。这还差不多。
这就哄好了。安小姐真是我的神。张总，这是您要的45度加奶不加糖的绿茶。端茶干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喝过茶了？再做一杯热咖啡，少糖少奶。叔叔爱喝。是。算了，我自己去。是。安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上班啊，还能干嘛？我说你怎么看不上牛正直呢？原来是在装饰上班，想在这儿钓个金龟婿啊！只有你这种人，才满脑子想着怎么抢男人，而我是为了抢男人的饭碗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一个小职员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喏，看见没？你在公司当牛做马，任人驱使，而我是来跟庄总签合同的，这就是咱们本质上的区别，村姑和明珠的区别。看来是凑齐20亿来给我送钱来了。实话告诉你啊，不仅庄总对我很特别，就连圣意安保集团的总裁也对我有好感。你说谁？圣意集团总裁，他亲口告诉我，以后啊想跟我继续合作呢。不管是庄氏还是圣意集团，都是你这种土包子一辈子都触及不到的。你就是个废物。自恋这方面啊，我承认我比不过你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原来庄总啊喜欢的一直都是你，我终于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。哪儿来的蠢女人？子胜哥哥喜欢你？你是疯了吧？不是你谁啊？你敢推我？那个明珠啊，这位阮小姐是庄总的青梅竹马，可不是神经病。阮小姐，这明珠是庄总特别对待的人，你可千万别动手啊！打的就是你！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过来跟我抢男人了啊！我去，敢打我爸妈都没打过我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要是把脸抓花了呀，庄总就不喜欢了。魔丸，安小姐真是个魔丸。没有说你不是，不对，没有说你是的意思。张总，这是安琪两家凑的20亿。放桌上。那张总，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呀？安小姐作为安氏的管理者，投资前不做评估吗？如果这么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回报，那就不必合作了。把卡拿走。对不起，庄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安小姐如果没事的话，先走吧。张总，我想请您单独吃个饭，感谢您上次在订婚宴上送我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不知道您是否方便？不方便，公司有厕所。大鱼上钩了。你担心我啊？我是心疼你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会被送到国外，也知道你刚开始在那边身无分文，一天做10几份兼职的日子。你把生意从无到有，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如如，我心疼你孤立无援，所以我恨安家。我也心疼你成长经历，所以我恨我早点没有遇到你。庄子胜，你应该庆幸我成长，现在才能站在你身边。子胜哥哥只能是我的。这杯咖啡
是给庄总的。是的，阮小姐，给我吧，我拿进去。哈哈哈。慈圣哥哥，我有话想对你说，我保证就这一次，以后再不纠缠。我保证就这一次，以后再不纠缠。那我先出去。他就这么放心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？子胜哥哥，喝咖啡。我不喝。是我亲手泡的。那就更不能喝了，万一毒死了怎么办？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子胜哥哥，我想说，我喜欢你10几年了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不管是安如还是任何人，都休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都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孤男寡女在里面披什么青草？才半个小时，现在进去会不会显得我有点小心眼？刚才走的那么洒脱，我现在岂不是很打脸？庄子胜肯定会得意死。哼！救我！如如，把手给我。你是打算用这个把自己敲晕吗？如如，软梦给我下的药，你看出来了？怎么办？3种方案。第一种，按照影视剧的常规套路，应该先去洗个冷水澡。第二种是很多小说里常用的。主角为了避免自己被害，通常会用自残的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。这前2种方式都稍微有风险，那我建议你第3种，去医院吧。如如，真是越来越爱你了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我还有第4个。明珠是我们安家的大功臣，等以后安家和庄家并肩，成为几大富豪之一，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。你个没用的废物，还有脸回来？姐姐，这是特意为你买的狗链，只要你乖乖戴上，以后安家还是会赏你口饭吃。天哪，姐姐，我说你怎么天天夜不归宿呢？原来是出去乱搞的呀！这不就不怕染上脏病？一个家家的逆女，真是丢尽了我的脸。但凡你有明珠1/10的好，你都不至于这么堕落。他怎么能跟明珠比呀？明珠现在可是安氏总裁，而且还受到了庄总和盛义总裁的青睐，山鸡怎么能跟凤凰比呢？笑吧，现在笑得多欢，以后就摔得多惨。我再陪你们演最后一场戏。爸，
我想借点钱。借钱干什么？看病。你该不会真的染上脏病了吧？明珠，你没事吧？我生病了。爸，我可是你女儿啊！你别过来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你的意思是要和我断亲？断，马上断！你在外面染了脏病，找我们要钱治病，你疯了吧？那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和我没关系。这话应该我说。安如，你以后是死是活都和我无关，别以后看到安家发达了又哭着求着要回来。走，我们赶紧上医院吃阻断药。要是他真的传染给明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走走。一脸虚惊吓成这样，我确实得了病，得了巨物恐惧症，害怕这3个大。我还得了看见发光的东西就手痒症，通通没收。庄总，庄氏与阮家的合作即将全面终止，各公司为了讨好庄氏，纷纷与阮家结束合作，阮家即将破产。阮家这些年明里暗里以庄氏的名义做了不少脏事，我都看在两家世交的份上帮忙摆平。这次算他们踩到底线了。对了，阮小姐在楼下等您1天了，想见您最后一面。不见，我待会儿还要跟如如去吃饭。如如还没回来吗？安小姐好像有事回家去了，我去找她。安如，都是你毁了阮家，我杀了你！如如，如如，我操！轮到你了。这样看来，如如还是对我太仁慈了。她果然爱我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这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该去解决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了。走。给我看看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待会儿我就收起来，得藏进保险柜里。太好了，我儿子呀，终于嫁出去了。是啊，差点以为我们看不到这小兔崽子结婚了。谢谢你啊，如如，不嫌弃子胜。如如啊，既然你们已经领证了，那就赶紧给我们生个孙子玩吧。哦不，戴戴。是啊，我们也想早点抱上孙子。我觉得是不是太快了？那子胜觉得呢？我觉得爸妈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跟如如也想享受一下二人世界，确实有点太快了。这总该主动了吧？啊！我去洗澡。难道如如对我没兴趣？今晚可是新婚夜呀！庄子胜，帮我拿条毛巾。是拿红色还是粉色，或者黑色？
不用了，我找到了。如如果然对我没兴趣。Make my heart beat to yours. Kneel down and kiss your 不是说 feet. 不什么？ You said you wanna on that rush, come get a taste of me. Make you wish to me. 又没 Just 说。 wait and see. Don't you ever need a word. I'ma be. 云珠，咱们俩投资的事，现在有结果了吗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放心吧，高飞，咱们投资的可是一个大项目，是一个长远的过程，别急啊。怎么可能不急？催债的都找上齐家的门了。那，你能不能去适当的问问生意总裁？总裁不是挺欣赏你？这样不好吧？万一别人觉得我们是在……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凶我干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云珠，是我太心急了。安家的公司不也是需要那笔钱填补漏洞吗？你想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安家会破产，你还会坐牢啊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为什么总裁不愿意见我？你们偷传了吗？告诉总裁我是谁了吗？抱歉，小姐，我们总裁谁也不见。没想到啊，安如居然真的让你抱上了大腿。刘助理，你知道安如有那种病吗？我觉得你像神经病。刘助理，你也不想让总裁知道自己包养了一个得了脏病的女人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安如，离开安家，你真是混得越来越惨了，居然光明正大的被包养。你。看你脸有点不对称，这下好多了。让我见总裁，不然我就把视频发出去，让你们身败名裂。你看总裁还会留着你吗？你干什么？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那个检疫合格的蓝色印章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觉得你是头猪。安如，安如，是你逼我的。老板娘救我！叔叔，你都看到啦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用公关处理？那些网友都是没脑子的蠢货，在网上一个劲骂你。我不用看，我都知道他们骂我什么。不过就是些说我被刘生包养，还说我出去乱搞得病啥的。笑想，也是我养你，他刘生算什么？他有钱吗？他养得起你吗？哎呀，好啦，既然安明珠愿意花那么多钱买热搜、买水军来黑我，那就一定要让他如愿，免费打一波广告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让子弹多飞一会儿，之后安明珠的反噬会更厉害。现在可以对安氏出手了。什么？韩明珠，你挪用公司的款项干什么去了？公司现在运转困难，正需要这笔钱，你还不赶紧还一下？
算了，我这边先帮你垫付，等你拿到钱了，赶紧还我。你拿了多少啊？5亿。5亿？是之前拿20亿投资生意的时候，高飞他还差5亿，所以高飞说一拿到钱就会还上的，您别担心。逆女，你这个逆女，齐家拿不出，你就挪自家公司的资金，现在填不上这笔钱，公司就要破产了。当初就不该把公司给你管。你有话好好说，你打孩子干什么？实在不行找齐家帮忙啊！韩明珠，韩明珠，说好的找生意总裁呢？结果呢？钱呢？高飞，女婿，齐家还能拿出5亿吗？只要安氏能度过这个坎儿。5亿？老子他妈哪来的5亿？老子齐家早就破产了。我东拼西凑，因为跟着你投资可以起死回生，现在呢，毛都没有，还被债主追着跑。哎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俺家不是要暴富了吗？赶紧把手里的股份以最低价卖出去吧，看有谁会接受安氏这个烂摊子。5亿，那可是整整5亿！安氏已经被圣医收购了，现在不仅伯母的股份，整个公司的股份都回到了你的手上。叔叔，1分钱没花就得到了整个安氏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怎么1分没花？你不是还花了10亿吗？你的就是我的。安德生错把榆木当珍珠，很快他会悔得肠子都青了。那就定在正式接管安氏的股东大会上吧。安总还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，管理公司1个月都不到，竟然把安氏整个家族打拼多年的公司亲手送给了别人。各位叔叔伯伯可都是安家的人，公司出现危机，怎么一个个都躲了起来？我们不也是听从总裁的安排，不惜用非法手段也要投资生意吗？现在好了，整个公司都归别人生意了。各位股东说话还是注意一些，生意总裁可是对我们明珠有好感，所以公司被圣意收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人家圣意可是近年崛起的黑马，快要与首富庄氏比肩，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非要你一个结过婚的女人，你当自己是王昭君还是西施呢？啊！你说什么？都别闹了，总裁要到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羞辱我？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总裁把你开了？公司现在已经不姓安了，开就开了，我也不稀得待。啊！哼，刘助理，你疯了吧？这么严肃的时刻，你把在外面包养的小三带到会议室，是故意要惹总裁生气吗？逆女，还不快滚！这不是你能来的场合。就是啊，万一惹怒了总裁，这可不是我们能承受的。恐怕我走了之后，这会就开不成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安如小姐是圣意的总裁，也是在座各位未来以后的总裁。这怎么可能？如若就是圣意总裁。安先生，我们已经断亲了，请你叫我安总。我记得有人说
盛业的总裁喜欢自己来着，怕不是得了议奖证吧？各位股东，我是安如，安氏由我监管后，主发展产业不会变，但我保证，在我的带领下，安氏会有更多成长的机会。当然，如果各位想离职，我也会给到相应的赔偿。安总能把盛义带到如今的模样，我还有什么不信任的呢？我也留下，我也留下，我也留下，我留下。你刚才不是还说公司不姓安就不干了吗？控控脑子里面的水，往外倒一点吧。安总他怎么就不姓安了呢？留下来的各位股东，年底分红，每人多奖励100万。好啊，好啊！如若公司被你这么管理，迟早要倒闭的。听爸的，把股权转回给我，我帮你管理。你说听谁的？爸的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骂脏话呢？保镖，把这3个碍眼的家伙给我丢出去！贱人，安如你个贱人，你骗我这么久！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？如若，你看，要不这样，公司还是你管，但是我的股权……如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如若，安如，带走！贱人！毁了，全都毁了！哀家完了，齐家也他妈完了！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现在娶的是安如，是盛世的总裁。齐高飞，你打老婆算什么本事？你们齐家不也破产了吗？对呀，我是没有本事啊。你女儿不是有本事吗？而且庄总不是喜欢她吗？要不让你所谓的女儿去脱光了勾引，没准还能换脾气。是啊，明珠，要不你去求庄总帮帮忙？妈，爸，这可是安家唯一翻身的机会。说吧。张总，我想要钱。凭什么？穿上。张总，只有你能救我了，不然他们会打死我的。安小姐，我不是救世主，你自己不上进，幻想通过男人，通过不劳而获改变命运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只有你这种人，才满脑子想着怎么抢男人，而我是为了抢男人的饭碗。那现在还能怎么办？我已经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求您帮我一次。我做不了主，庄氏现在是我老婆做主。传闻庄总不近女色，能成为庄总夫人的人，一定很优秀。庄总，请您让我见庄夫人一面，也许她愿意帮我呢。我老婆确实很厉害，又聪明，又漂亮，能力强，主意多，身体好，各方面都比我厉害。你说是吧，老婆？是实话，是实话。我早就该想到的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他别不是被你刺激疯了吧？到底凭什么呀？明明我才是富家长大的千金小姐，凭什么我过得比你惨？我从小在河套村长大，爷爷虽然是农民，
但能力强，种出的麦子是全村最大最好的。安明珠，你输在从来没有为自己播种过，所以当然得不到自己的果实。我转移财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难道你不恨我吗？是我抢走了爸爸的爱。原来你们城里人管这叫做爱啊！我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喜欢来证明自己。我不恨你，但也不喜欢你。对不起，姐姐。你怎么跟他说这么多话？女人的醋你也吃啊？只要是你，什么醋都吃。真是个大馋小子，连醋都不放过。但是我最馋你。庄总，安小姐，安德少和周月在楼下吵着要见安小姐。给我滚开！我女儿是首富夫人，我是首富的老丈人，你们敢拦我？庄总啊，如如啊，安先生，我说过了，叫我安总。如如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就因为我以前宠爱明珠，你现在就连爸爸都不认了吗？是啊，如如，当初你走丢，你爸爸天天找你，好不容易把你接回来了，你不服管教，又不爱学习，你爸爸花那么多钱把你送到国外，现在你有钱了，怎么你不认你爸爸了？没关系，如如不认我，肯定是我这个父亲做的不对呀。哎呀，说完了吗？二如，你以后是死是活和我无关，以后别看到安家发达了，又哭着求着要回来。段七叔，签字那天你亲口说是死是活与我无关，回旋镖来得这么快。安先生接回我时，我10岁。妈妈为了找我，积郁成疾，早已离世。送我出国时11岁，卡里没有1分钱。我勤工俭学9年，靠我自己成长到如今地步。你生而不养，怎么有脸阴阳我，说我不知感恩，说我不认你？以后别来找我了，和你在一起很丢人。妈妈，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，大过后的我相信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是你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。